你以为我一个堂堂玉离星王子会爱上你这个普通女人吗？开始辗转难眠思念你。可是你说过，为了我，甚至可以放弃回到玉离星。你说过，你想要和我有很长很长的未来。你说过，你想和我得到所有人的祝福。你说过，你要陪我走完这一生。你忘了吗？对不起，是我在骗你。那你就滚回你的玉离星去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。你这样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你不会娶公主，你这么做是为了护我周全。不过，即使是假结婚，也只能适合我。你就这么想要嫁给我呀？啊？我那是助你一臂之力。那昨天是谁说要像祝英台喜欢梁山伯一样喜欢我？你忘了？好，我承认我喜欢你，喜欢你的胡搅蛮缠，喜欢你的傲娇自负，喜欢你的不按常理出牌，还喜欢你总是护着我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邵将军这个屁呢？当然是……又来！哎呀，女人！我才不会告诉你呢。东方花烛夜把我变成猫，你快点把我变回来！本王子还要去抓天狗呢，你快点儿！邵将军，办好了吗？邵将军，吉时已到，大家都在院子里等着你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挺会啊！快去收服天狗吧，小伙伴。那，公主让我给你的白魂珠。在我没回来之前呢，你哪儿都不准去，给我在房间里面待着，听见没有？哦。按照我们落日城的习俗，新郎官洞房花烛前要抛绣球。这一来啊，能保佑公主驸马百年同心，福寿延绵；二来，将福报延续，让接到绣球的人也能有个好姻缘。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再加一码，凡抢到绣球者，我赠予白魂珠。二少爷，与其这样争夺，不如你我二人比拼武力智慧，获胜者
名正言顺获取白魂珠。霍延将军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现在也是名正言顺，我看不如把这白魂珠一分为二，你我一人一半，最为公平。我正有此意。我作为大哥呢，自然是不好偏袒我二弟，所以还请大家替我做个见证。现在呢，我就把这白魂珠一分为二，绝不偏心。大哥说的对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可是，我听闻这白魂珠是天外之物，坚硬无比，不可能劈得开。呼延将军有所不知，我手中这把剑是玄铁所制，削铁如泥，绝对劈得开。且慢！少将军，不必劈了。白魂珠，我要完整的。不好了，李慧龙走水了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走出房间。臭猫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快救火！快点救火！那边人呢？哎，快！那边！快去接水！快，再多叫点人！沙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大殿那边着火了！快！哎，快！来了！都愣着干什么呢？快呀！呼延将军，哦不对，我应该称呼你为天狗。没想到我隐藏的这么深，还是被你发现了。玉离星王子果然名不虚传。知道本王子厉害，你就乖乖束手就擒，自己滚回白魂珠内，省得我亲自动手。该滚回魂珠的是你。哦，不可能让呼延将军白忙活一趟吧？这肉包子送给你了。小将军，小薄荷他失踪了。哥哥，是你吗？哥哥，我是小薄荷呀，哥哥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哥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哥哥，省点力气吧。被我控制的人还没有被唤醒过。主人，原来是你。原本我只打算拿回我的白魂珠，再陪南信天玩玩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玉离星王子。呼延将军，少将军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
自从我读取了你的记忆，不仅得知你和那只猫缔结了什么契约，还拥有红蓝2颗魂珠。于是，我便来了一招祸水东引，让那个姓萧的做了一次活盘。你和那只猫果然上当了。当然了，这得感谢你的好哥哥替我卖命。哎呀，真是意外之喜啊！魂珠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莫修然一定会找到你。就凭他，我还要拿走他手上的其他魂珠呢。好。与其在这儿白费力气，不如好好想想，怎么和你的猫告别。少将军单刀赴会，果然胆识过人。少废话，东西我带过来了，赶快放人！你以为你还能骗得了我？先把魂珠给我。那看你有没有本事了。你没受伤吧？有你在，我不会受伤的。你别以为你嘴巴甜，我就不会找你算账。叫你待在我身边，你非要自己乱跑。莫修然，你根本就没把本将军放在眼里。今日我要让你们尝尝苦头。蓝魂珠就挂在天狗腰间的香囊里。我知道，还用你说？就凭你，还不够格。流星草粉末。妹妹，去吧。你可以吗？放心，对付他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哥哥，哥哥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是怎么了？我的头好痛。听说被那天狗操控的太久，所以体力不支。天狗，你输了。你看看你的手下，他们现在都不受你的控制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别跑！今天我就要看你到底还能往哪儿跑。小薄荷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
没事。真是天助我也！月氏乃是我的本命也，统统拿命来！小薄荷，你带大哥先走。穆修然，穆修然，成吗？成吗？你醒醒啊，成吗？你别睡，你不要睡。我还没有告诉你答案。我喜欢的是你，我喜欢的人是你。你不要睡。你现在不是应该起来跟我说你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你跟我说话呀！你快说话！你快说话呀！怎么办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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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吓死我了！你这样看着我好丑啊！以后你不要当着我的面哭了，真的不好看。我这都是为了你。我答应过你，只要这个铃铛响了，我就一定会到。所以你不要再把它扔下了。
太早，别以为杀了我，你就可以无后顾之忧，早晚难逃一死。我平生最讨厌就是别人威胁我。少将军，画画的时候微笑着比较好看。那是给你看看，我给父王制定的新画师，那我可得好好看看。现在待会儿你瞧瞧，可比之前那些画师强多了。给您。你这臭脸把城主都带偏了。有吗？他的眼光一直不错。如今这合约也签成了，也算是好事多磨。只是可惜了一段好姻缘呐。哈，少将军，前几日婉儿已经向我言明，她与你只是君子之交，并无一生相伴之意。也怪我乱点了这鸳鸯谱了。这男女之事，本来就不可强求，是吧，莫公子？承蒙城主和夫人爱戴，在下恐要多叨扰几日。临行之前，家父特意嘱咐我钱庄事宜，这几日一直未有时间操办。无妨。莫公子想多留几日都可以，我们落日城啊，必定好生招待。如此，便多谢城主和夫人了。这是龙仔，原本想在你生辰的时候送给你的。今日我们团聚了，而且天离国和落日城也恢复了和平，所以就趁这个好日子送给你。妹妹真是有心了。哎，哥哥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，你说你没有被绑架，那是谁把信送给我的呀？可能有人对魂珠有所觊觎吧。会是谁呢？萧大人，为了感谢少将军擒获天狗，替我落日城铲除内患，我便将这颗白魂珠赠予少将军。多谢城主。哇！飞德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你陪着少将军他们好好招待吧。哦，婉儿，你随为父来。夫人先请。哎，洛风怎么没来啊？洛风昨天晚上受了重伤，现在估计在屋子里疗养呢。借我看看。你都找到你哥哥了，还要魂珠干嘛？小气。
日城这么久，终于有机会可以见到落日城的落日啦！哎，你说落日城这个名字谁起的呀？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吉利？这取这个名字，怎么了？你还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情？什么事儿啊？我答应过你的事儿可多了去了。你说，我帮你找到你哥哥，然后你就解除我们两个人的契约。你就这么想解除契约？我知道了，你呀，肯定是在吃少将军的醋。但是我喜欢的只是少将军的皮囊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喜欢的是你。虽然你这个人，你脾气不太好，又很骄傲，但是没办法，喜欢这个事情，控制不住的。你说对不对？哎呀，别担心，主人我以后是不会欺负你。但是我想回去了。我也想回天离了。我说的是玉里，不是天里。你要走？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。那我也跟你回去。我不能带你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都说好了，要像梁祝一样，生死相依，永不分离吗？契约解除了。那，你真的要扔下我吗？你我的相遇就像奇迹。
你以为呢？我做这么多事情，全部都是为了要跟你解除契约。不，不可能，我不信。你以为我一个堂堂玉离星王子会爱上你这个普通女人吗？可是你说过，为了我，甚至可以放弃回到玉离星。你说过，你想要和我有很长很长的未来。你说过，你想和我得到所有人的祝福。你说过，你要陪我走完这一生。你忘了吗？对不起，是我在骗你。那你就滚回你的玉离乡去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。一吻就已经确定，这一吻重写了约定。相遇就像奇迹，这夜晚晚来结局记，抬起头仰望那辽阔天际。小波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要干掉树，才能安心的陪着你。开始辗转，难免思念你，一次变得心有灵犀。那一天默默许下的约定，从此以后形影不离。这段非比寻常的情缘得来不易，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荒。
香好香啊！那当然，也不看谁拿过来的。拜拜。以后遇到危险，摇这个铃铛，方圆10里之内我都能听得到，我都会过来。彼此变得心有灵犀。那一天默默许下的约定，从此以后形影不离。这段非比寻常的情缘得来不易，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荒的秘密。若有真爱的情深埋我们的心底，这一吻就已经确定。这段非比寻常的情缘得来不易，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荒的秘密。若有真爱的情深埋我们的心底，这一吻就已经确定。这一吻重写了约定。就是随心所欲的来，随心所欲的走，所以我才讨厌。自以为这样是为别人好，殊不知啊，这样最伤人。幸亏还有你这只小酱油。他回家了吗？凭什么不让我进幕府？我真的是少将军的侍女。先大人等不许进幕府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我第一次进幕府的时候，还是众星捧月，天之骄子。高玉凤入府。怎么第二次进幕府就是天之巨子了？你别死乞白赖的在这儿了。太过分了！这箱，还有那箱，都拿走吧。哎，那箱留下啊，收好了。轻点。哎，小将军，我特意为您留了您最喜欢的狐毛披风，您试试。少将军，狐毛放那儿吧。这女人是谁啊？听说是少将军的青梅竹马，一个歌姬，刚搬来莫府不久，就一副女主人的架势。知道什么叫守嘴不惹祸吗？骆侍卫现在文采见长啊，是不是写信练的？你怎么知道？门口有你的信。正事不做就知道嚼舌根，赶紧散了。哎，我与你最远的距离是800里70丈5尺01寸。想你的时候孤枕难眠，爱你的时候思绪万千。没有你的日子我很孤单，我愿化作一只相思鸟，穿过千山万水，来到你身边。太过分了！
这是我为你用晨露泡的茶，我记得你最喜欢喝晨露了，尝尝看。今日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是习惯，只是什么？下人招呼不周？只是少将军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每日都见不到你，只好弹曲子打发时间。对了，我最近新学了首曲子，我弹给你听听。慌什么呢？小薄荷回来了，快回大路！你干嘛推倒我？我已经有新的侍女了，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。莫修然，虽然你无情无义，但是我小薄荷不离不弃。今天这莫府，我是进定了。不需要。慢着，这个人我要了。怎么哪里都有你啊？西院的事，大哥就不用插手了吧？小薄荷，我说了，今天这莫府我是进定了。让青云把你的东西放到你住的地方。我来，青云。叫他走人。是。走。真是造化弄人！之前想进西院，却误入了东院；现在想进东院，却又来了西院。老天爷是不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？元宝，好久不见啦！你还记得我吗？她可不是元宝，她叫进宝，是元宝生下的龙凤胎妹妹。给二少爷请安，小薄荷你回来啦。话说当初元宝怀孕的时候，你还是第一个发现的呢。那进宝他哥哥呢？招财被夫人送给大少爷了。莫修染养狗，他转性了。这个是你之前住的房间，我想，你可能住这儿习惯些，所以，命人把这里收拾了一番。二少爷有心了，多谢二少爷。对了，这是我给你带的青山茶。早就听子墨兄说过，这青山湖的茶叶清香可口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口福了。用莫府后山上的晨露泡制，更加好喝。晨露，还不是因为那只臭猫。我还是给二少爷去泡茶吧。不急，我这次回京，准备向父亲复命之后，就去青山湖找你们。没想到，你却自己先来了。小薄荷，这次回京可有什么要事？其实，我是回来拿回自己的东西。自己的东西。莫修然，你这只丑猫，我这次说什么都不会再离开你。
居然要带去猫谷，还跟我说什么秘密基地，还不是带别的女人来？切！记得小时候我们去寻找真草，我采药的时候你就调皮，故意围着我打转，还用毛茸茸的尾巴挠我痒痒，让我分神。小时候是你帮我扶草药，现在换我来照顾你。又是青梅竹马这一套，陈词滥调。他有喂过你吃猫薄荷吗？有给你洗过澡吗？有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从五郎中的刀下救下过你吗？啊！虽然时光过去了那么久，但是这些记忆还是会涌上心头。少将军，我原本不相信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直到那天再遇到了你。眼都对上了，气死我了！又对上。你看够了没有？我还想问你呢，大白天的孤男寡女叙旧情呢？嗯？你既然听到了我和子悠的对话，以后就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，嗯？既然你和那个子悠聊得这么火热，那又冲出来救我干嘛？啊？我这个人有正义感，就算是一只母猫从树上掉下来，我也会去救它。才是猫，你全家都是猫。对啊，我全家是猫啊。行，我小薄荷呢也不是死缠烂打的人，魂珠给我，立马消失。魂珠我另有他用。还有，你现在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碍我的眼，好吧？你休想！哼！我跨越800里70丈5尺01寸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躲开父母的眼线，和他来一场无法无天、肆无忌惮的恋爱。可他却跟我说要搞什么地下恋。小薄荷，你跟少将军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能以最快的速度和好吗？这事儿说来话长。没事儿，本公主有的是时间。我还带了落日城最好嗑的瓜子儿，来，嗑它啊！这事儿得从一个女人说起。这故事还真是百转千回啊！没想到少将军跟亲子佑的故事这么曲折动人，简直比戏本还有意思。你怕是遇上劲敌啦？你哪边的呀？你说呢？为了我和我们家小峰峰的幸福着想，我自然是向着你的。虽然对手长得比你漂亮，还比你有才艺，更多了青梅竹马的先天优势。但是啊，你不要泄气，啊！哎，公主，你是青子悠派来的吧？你等我说完啊！当初你我还是情敌的时候，我占尽了优势，以为胜券在握了，但最终少将军不还是选择了你？所以呢？所以啊，结论就是
少将军这种见过世面的英雄人物，早就对青子幽这种山珍海味腻歪了，就好你这口粗茶淡饭。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听着说的像是你呀？否则我实在想不出你如此痴迷洛风的理由。你能不能领会到我这话中的潜台词？你跟着少将军也有段时间了吧？一定对他这个人的口味了如指掌。要想从青子幽的手中抢回少将军，那就要投其所好，对症下药。小薄荷，你这手艺无师自通啊！小薄荷，瞧你这手艺，少将军怕是逃不出你这五指山喽。那是自然。哎，布姐姐，莫修染什么时候到？应该还有一盏茶的时间。那等会儿他来了，先把这烤鱼端上去，先不要跟他说是我做的。等他被我的厨艺折服，太好吃了，人间美味。掌勺的是谁啊？再闪亮登场。到那时候，他就是我的瓮中之猫了。波姐，人来了，人来了！请。布姐姐，交给你了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少将军，你平时经常来这儿吃吗？啊，这个店的老板呢，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慢用。敌不动我不动，切莫被对方的美人计乱了阵脚。哼！少将军日理万机，还抽空陪我逛街，还买了翠宁斋的新款胭脂。子悠真是有些受宠若惊。你为了庆功宴准备了那么久，就当是我自己的一点心意吧。怪不得那脸比猴屁股还红。庆功宴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。这玫瑰好生娇艳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尝一尝，这是他们店里的招牌柠檬烤鱼。怎么了，子悠？不合胃口吗？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健康，这道菜油烟太重，对皮肤不好。不过少将军，你要是喜欢吃鱼，下次我给你做清口的。这么矫情的吗？你说好不好？好。喂，你干嘛？把刀放下！我不干嘛呀，我一片好心被当做驴肝肺，我还不能收回呀。老板娘，你这有什么斋食吗？初八是我吃斋日，还请老板娘见谅。走，子悠，我带你去吃这里最好的斋食馆。好啊，谢谢少将军。莫修染，你不是最爱吃柠檬烤鱼吗？我现在不爱吃这口。还有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停止纠缠？我说过，我要你把魂珠还我。你都找到你哥哥了，还要魂珠干嘛？巧了，就是我哥哥想要这些魂珠。苏子墨想要魂珠，难道他是？你哥在哪？问这么多干嘛？把魂珠还我！不可能，
我现在不会把魂珠交给任何人。走，我们走。老板娘，他脾气不好，你别生气啊。当初说他这个人阴晴不定、喜怒无常，你不信，现在知道了吧？这饭不如心，人也不信。哎，吃，就知道吃，这敌人都杀到眼前来了，你就回击他个滚圆的肚皮吗？他那种吃素的小身板，风一吹就倒3倒，拿什么跟我争？我的小祖宗哎，就你现在这个穿有肉、腿又显瘦的身材，你拿什么跟人家争啊？我这是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应战，难不成你要我像他那样努捏作态、无病呻吟？对付像青子悠这样的女孩，我有经验。别吃了，最重要的是不能被她带节奏，你要先发制人，杀她个措手不及。先发制人，哎，俊宝斋要拍卖黄魂珠啦！价值连城，举世无双。哎，各位长官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看一看了啊！看一看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老天有眼，很好，这次我要亲自出马，给你来个麻雀变凤凰。这真的可以吗？俗话说得好，一白遮三丑。敷过面膜之后啊，皮肤会白皙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布姐姐，那你也帮我瞧瞧。你不是帮我的吗？那本公主不是想在拍卖会上一起和你来个闪亮登场吗？到时候让洛风和邵将军都看傻眼，一箭双雕。我不行了。谁让你今天吃这么多的呀？谢谢。抬头，挺胸，收腹，撅屁股。不错，没扯本公主的后腿。明日啊，我们就来个绝世双骄，艳压群芳。保持。走2步吧。我希望你能永远有这般明媚的笑容。虽然我知道，自己或许不是那个让你笑的人，但为了守护这份笑容，我愿付出一切。二少爷，我找到黄魂珠的消息了，俊宝斋要拍卖黄魂珠。二少爷对小薄荷真是上心，为了找黄魂珠，将京城所有的古董店和当铺都打听了，还好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有线索了。怎么，你嫌累啊？我当然不嫌累了，我是怕二少爷累着了，为他找哥哥又为他找黄魂珠，你有想过不值得吗？我现在能做的，就是给他想要的。即便最后没有结果，只要能够帮到他，
我也已经很开心了。少将军，机会来了，需要我准备什么吗？拍卖会上带上招财就行了。懂了，少将军是觉得黄魂珠面世，疏忽定不会错过。少将军，有没有什么需要属下注意的可疑对象？苏子墨。啊？这黄魂珠终于要面世了，少将军您尽管举牌，银票管够。小薄荷，二少爷，你也来啦？今天感觉你不太一样，格外的漂亮。多谢二少爷。哎，真是到哪儿都能碰见二少爷。大哥来得了，我就来不了吗？听闻黄魂珠要拍卖了，所以我便让少将军带我来开开眼。切，撒娇做作，谁不明白是？当然，黄魂珠，我们势在必得。哟，大家都到了呀？不姐姐，小薄荷，今天的黄魂珠啊，可是压轴戏。对，前面啊就让那些莺莺燕燕自相残杀就好，然后我们就搏最后一把。少将军，我们该进场了。这种烂招都使得出来，希望小薄荷能知难而退，早点离开魔府。走吧。我们也进去吧。怎么了？哥哥说他也要来，但是不见他人。要不进去再等？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俊宝斋第156次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派人带着招财在门口守着了。神一到，我马上让招财上去试试。再去确认一下，免得有所遗漏。好。云鬓花颜金步摇，收藏价值极高，尤其是在场的诸位公子，可谓是绝佳聘礼。起拍价50两银子。100两。这位公子出价100两。少将军，你看这个步摇像不像你母亲赠予我的那一只？100两第一次，100两。我出200两。200两第一次，200两第二次，200两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我们的少将军。小薄荷，现在可不是生气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越高兴，男人就越慌乱。来，勾起嘴角，笑。少将军，你能帮我插上吗？好。好看啊，对呀。接下来要拍卖的是黄魂珠。此黄魂珠乃是吸收了天地精华、日月灵气的天外陨石，起拍价500两。500两，起拍价这么高，哎呀，这凭什么呀？哎呀，反正也没咱们什么事儿，也买不起。我出1000两，1000两第一次。凭什么？再看看，1200两，1500两，1600两，1700两。没事，万事有我。还有要出价的吗
我出2000两。2000两第一次。 3000两，3000两，我们的景阳侯出价3000两，还有比这更高的吗？没有再比这高的了吧？3000两第一次，4000两，4000两，4000两第一次，4000两第二次，4000两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我们的莫府二少爷喜得此珠。好可惜。 今日有幸拍的这个黄昏珠，最特别的礼物，就送给最特别的人吧。最特别的人，小薄荷，你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人。从小我都不曾和大哥争过什么，但是这一次为了你，我愿意试一试。 二少爷，你风度翩翩，温文尔雅，我一直都觉得只有这世上1等1的女子，才能配得上如此完美的你。我并不完美，只是因为你，我在想变得完美。从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只是，我一直没有勇气和你表达这份爱。 小薄荷，我最该做的事，也是早该做的事，就是亲口和你说，我喜欢你。二少爷，谢谢你的坦诚，但是我不能接受，因为我心里除了莫修染，已经容不下任何人了。 虽然他性情古怪，缺点一箩筐，但我还是放不下他。我早就猜到了是这样的答案，但是我心中仍旧抱着一丝希望，希望时间能停留在我们看花灯的那一刻，希望我能早在大哥之前认识你，希望你的心中。 有一个部分是属于我的。现在你灭掉了我心中最后的火光，我反倒如释重负。当然，我也并不后悔拍下这颗黄昏珠。小薄荷，这黄昏珠你拿着，就当是好朋友送你的。 不必了，二少爷。这黄昏珠是假的。